你好，咱们今天聊个特别日常的东西啊，就是你每天吃饭肯定离不开的筷子。这两根小棍儿，对吧？但我们这次拿到一篇文章，讲筷子里面的智慧和文化，说这里面学问可大了。是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挖一挖，看看这个天天见的物件到底藏了多少我们可能平时就忽略掉的历史啊、设计巧思啊，还有文化密码。这个话题选得好。你准备好了吗？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越是这种平常的东西啊，往往背后积淀越深厚。筷子确实是个特别好的例子。你想，从小用到老，对吧？可不是嘛。但真没几个人会专门停下来想，这两根小棍儿，它怎么就穿越了千年年华，跑到我们餐桌上来了？这里面的古人智慧，还有那种生活哲学，确实是值得咱们好好聊聊。那行，咱就从头说起。这个筷子得有年头了吧？它最早是怎么来的？文章里有说吗？年头那个太长了，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呢。新石器时代那么早？对，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食物刚从火上拿下来，或者水里捞出来，肯定烫了。那是。直接上手不行，那怎么办呢？最顺手的可能就是折两根小树枝，或者捡两根竹棍什么的，去拨弄一下，夹一下。就地取材。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为了，最直接的别烫着手。所以这些小棍小直条啊，可以说是筷子最古老的那个形态了。为了不烫手，这理由挺实在的。这么说，那会儿它还不算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餐具吧？严格说，那会儿可能更像个临时的辅助工具。那什么时候才算转正了呢？就是变成正式餐具。这个转变啊，大概是发生在商周时期。商周？对，那会儿筷子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箸，就是那个竹字头下面一个者的那个字，竹。而且材质也开始不一样了，不再是随便捡的树枝了，开始出现象牙做的，还有青铜做的箸。哇，象牙、青铜。对，这个是有考古证据的，比如那个河南安阳的殷墟就出土过商代的青铜柱。这就说明啊，至少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这个柱它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和规范的餐具了。青铜做的柱，感觉沉甸甸的。我好像听过一个故事，就说商纣王那个妃子妲己用簪子试毒什么的，这个跟筷子有关系吗？这个传说确实流传挺广的，对吧？大概就是说妲己嘛，心思比较细，怕吃的烫嘴或者里面有毒，就先用头上的玉簪子，那个形状跟后来的筷子有点像，去试试温度，看看有没有问题。后来就可能演变成用玉柱吃饭了。这个故事呢，挺有意思，也反映了古人可能对柱有一些特殊的想象。但是呢，从比较严谨的就是历史角度看，这更多还是个民间传说，它的可靠性肯定不如出土文物那么硬，但它确实给柱加了点神秘色彩。原来是这样。那柱这个名字挺古老的，后来怎么又变成我们现在说的筷子了呢？这个变化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名字的变化过程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生活味儿。据说啊，主要发生了汉代，尤其是在南方，就是江南水乡那一带。水乡？对，你想啊，船家常年水上跑生活，对吧？他们就特别讲究那个吉利话，讲彩头。能理解。他们觉得柱这个音跟那个柱停止的柱太像了，谐音了。这船停住搁浅，那可是行船最忌讳的事儿了，对不对？对，不吉利。原来是个谐音杆，这倒是很符合咱们中国人那种趋吉避凶的心理。可不是吗？所以啊，为了讨个吉利，这些船家就反过来想，故意把柱改叫成筷子。筷子，快速的快。对，就是取那个快快走，一帆风顺。有意思。然后呢，用着用着，大家觉得这筷子主要还是竹子做的嘛，就在筷子上头加了个竹字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写的这个筷子。明白了，这个名字你看，既有吉祥的意思，又把材质给点出来了，就慢慢传开了，把老的那个柱子给替代了，
一直弄到现在。真没想到一个名字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行，了解了历史，咱们再看看筷子本身。就这2根棍儿，造型看着挺简单，但肯定不是随便设计的吧？文章里怎么说它的设计智慧？你问到点子上了，这设计啊，绝不简单，里面啊是充满了古人的哲学思考。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那个上圆下方。对对对，是这样。你想想，筷子底下夹菜那头一般是方的，对吧？然后我们手握着的那一头呢是圆的。没错。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讲究可深了。这个设计啊，对应的是中国古代那个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天圆地方？对，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包容万物；地是方的，承载一切。所以你手里拿着一双上圆下方的筷子，在古人看来，这就好比手握干拳，执掌天地一样。哇，手握干拳，这一下子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它不光是个造型，它是个微缩的宇宙模型，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还有那个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个解读让日常动作都变得特别有仪式感。那从实用角度呢？这个设计用起来方便吗？从实用角度看也特别巧妙。底下做成方的，你想有棱有角，接触面大一点，夹菜的时候摩擦力就好，东西不容易滚掉滑掉。尤其是夹花生米什么的。对，特别明显。然后手握那头呢，做成圆的，就更贴合我们手掌和手指的那个弧度，握起来就自然舒服。确实。所以说，上圆下方是把深刻的文化象征和极致的实用功能结合得非常好。原来是这样，既有面子，就是文化象征，又有里子，这个实用功能。那筷子的长度呢？我好像听说标准长度也是有说法的，文章提了吗？提了，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标准的筷子长度啊，一般认为是7寸6分。7寸6分？这个数字啊，它不是随便定的，它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对应着人的7情6欲。7寸6分对应7情6欲，这怎么联系上的？这个7情啊，一般就指喜怒哀惧爱恶欲这7种基本的情感。6欲呢，通常指眼耳鼻舌身意这6种感官带来的欲望。古人觉得吃饭嘛是人的基本需求，但也最容易滋生贪念，或者说放纵自己。所以这长度是个提醒。就是这个意思。这7寸6分就好比一个标尺，时刻提醒吃饭的人，你在享受美食的时候，也要关照自己的内心，要了解，也要适当控制自己的情绪波动和感官欲望。就是说，要懂得适量，心态要平和，别太贪婪，也别浪费。你想想，每天吃饭，这小小的筷子，它其实在默默地传递一种关于节制、关于平衡的饮食哲学。哇，这真是把文化刻在工具里了。把哲学刻进工具里，这个说法太妙了。难怪说筷子里有智慧。那材质呢？咱们现在最常用的就是竹筷子、木筷子，但也见过金属的、陶器的，甚至还有更贵的。这不同的材质背后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说法或者讲究？材质的选择一样能读出很多信息来。竹子和木头是最普遍的。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它们是大自然的馈赠嘛，长得快，容易拿到，成本相对也低。对，而且竹木这2种材质比较轻，导热慢，不容易烫嘴，手感也比较温和自然，很多还有天然纹路，挺符合那种朴素的审美观的。确实，用竹筷、木筷感觉是挺舒服的。那相比之下呢，曹旗筷子可以做得非常漂亮，各种花纹啊、颜色呀。是，但缺点就是它比较沉，而且容易碎，用的时候得小心点。对，怕摔。然后金属筷子，比如以前贵族可能用金筷子、银筷子，银筷子据说还能试毒。对，好像说过。就是遇到某些硫化物会变黑。当然这个在现在意义不大了。现在的金属筷，比如不锈钢的，更多是考虑它耐用、好清洗，或者说是一种现代设计的选择。还有像玉石啊、象牙那些名贵的材质，在古代更多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了。明白了。所以你看，
筷子材质的变化和多样性，其实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他们的经济水平、生活习惯，还有审美追求。是啊，从形状、长度到材质，这是每个细节都有说法。这么说来，筷子不光是设计上讲究，在使用方法和规矩上，肯定也体现了很多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吧？对，这一点特别关键。筷子的使用方式本身就充满了文化的隐喻。首先，最基本的一点，筷子它必须是成双使用的，少一根不行。对，单根筷子你没法夹东西，对吧？这个基本功能完成不成？这本身就特别直观地体现了合作的精神。它好像就在告诉你，个体啊得互相依靠，得协同配合，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达到目标。这个比喻很形象，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不光是这个，你看我们实际用筷子的时候，那个动作需要大拇指、食指、中指这3根手指特别精妙的配合。是的，有的负责固定，有的负责发力，用力还得刚刚好，才能灵活地夹起各种大小、软硬、形状不同的食物。对，需要练。这不就是分工协作的智慧在一个微观层面上的体现吗？一个小小的动作里面就有团队合作的道理。的确，用好筷子是要练习的，手指配合很重要。那我们从小被家里老人教的那些规矩呢？比如不能拿筷子敲碗呢，不能把筷子插在米饭上啊，这些又有什么文化解释？这些规矩就是餐桌上的礼仪。礼仪，他们看起来可能有点繁琐，但实际上就是礼这个文化在日常生活里的具体体现。比如说不能用筷子敲碗、敲盘子。文章里解释说，以前呢，乞丐要饭的时候才会敲碗，吸引人注意。所以在饭桌上这么干，就觉得很不雅观、不礼貌。还有，绝对不能把筷子竖着插在米饭中间。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因为这个被骂过，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因为这个样子特别像给去世的人上香祭祀那个形式。所以这是对同桌吃饭的人非常不尊重，也非常不吉利。怪不得呢。还有像不能用筷子指着人说话，这跟你用手指指人一样，非常没礼貌，不尊重人。也要避免用筷子在一个盘子里来回扒拉，翻来翻找东西，像寻宝似的，这个叫寻住，也觉得不好看。还有不能嘬筷子发出声音什么的。哇，这么多讲究，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束缚？第一感觉可能会觉得有点，但是要理解这些规矩背后更深的目的。他不是说故意要为难你，而是通过这些具体的行为要求，从小就培养人的基本礼貌、分寸感，还有对他人的尊重。餐桌地方不大，但它其实是个挺重要的社交启蒙的地方，在潜移默化里面让人学会怎么在集体里约束自己，考虑别人感受，懂得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人际交往的理解。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从合作到礼仪，确实很有道理。那筷子还体现了别的什么文化观念吗？文章还提到了节俭这个美德。节俭，对，你想，比起用大勺子或者叉子，用筷子夹东西的时候，那个量的控制能做到非常精确。好像是。你可以一次就夹起你想要的那个量，不多不少，就更容易做到按需取实。对，这就在无形中跟咱们中华文化一直提倡的那个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观念给对上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嘛。筷子这种精巧的工具，恰恰是实现这种节俭理念的一个很理想的载体。这个角度有意思，用筷子确实更容易控制量，避免拿太多吃不了。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也挺有启发的，就是说筷子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一种平等的观念。平等？这怎么说？材质不是还分贵贱吗？对，虽然历史上确实有过那种用料特别奢华、象征身份的筷子，比如金的、银的、象牙的。但是说到底，不管多名贵的筷子，它的核心功能跟普通老百姓用的竹筷子、木筷子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夹菜吃饭。都是夹起食物送到嘴里。在这个最基本的功能上，它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里面，尤其在吃这件关系到生存的基本大事上，一种挺朴素的众生平等的思想。工具本身服务的是最基本的需求。
哎呀，听你这么一层层说下来，我真是对我手里这双筷子得刮目相看了。它简直就像个微型的博物馆啊，装满了历史、哲学、礼仪、社会规范。但说实话啊，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大家用筷子可能更多就是习惯了，是个工具，未必会去想这么多背后的东西。那我们该怎么看，或者说怎么传承这些呢？首先啊，我觉得得先认识到它的价值，它绝对不只是个餐具。文中里把它叫做承载千年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准。活化石，你想，从新石器时代那个树枝的雏形，到商周的青铜煮，再到后面历朝历代材质样式的变化，一直到今天我们手里这双筷子，它完整的参与并见证了咱们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对，活化石这比喻抓住了精髓，它是有生命的，连着过去和现在。正因为它承载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它有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哎，怎么说？你看，现在很多家庭还是坚持要不厌其烦地教小孩学用筷子。对，这个过程挺费劲的。是，这个过程表面看是训练一个生活技能，但往深了看，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递。孩子在努力协调手指，克服困难，最后成功夹起东西的时候，他能体会到耐心和合作的重要。在遵守那些吃饭规矩的时候，他学到的是礼貌、尊重和界限感。在被教导不能浪费的时候，他接触到的是节俭、爱惜福分的观念。哎，这么一说，教孩子用筷子简直像是在进行一场小型的文化启蒙课。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啊，这不光是学会吃饭这么简单。而且呢，现在筷子也早就走出国门了，成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明显的符号，一张名片。对，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是，比如在国际交往的时候，送一套设计得很好、做工业讲究的筷子当礼物，就非常有代表性。它既实用，又能很含蓄地传递一种东方的生活哲学和审美情趣，让那些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也能通过这么个小小的东西，看到一点门道。所以说，珍视筷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根。确实是这样。经过今天这么一聊啊，感觉以后再拿起筷子，那个心境可能都会不一样了。哈哈，希望是。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工具了，而是充满了故事和温度。希望这一次的分享也能让你，就是正在听的你，对这位天天陪着你的老朋友有一次全新的、更深入的发现。希望是这样。其实啊，关于筷子的故事和文化含义，肯定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细节，就散坐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这里呢，也给你留一个可以回头自己琢磨或者探索的方向嘛。下次你用筷子的时候，或者看看你家人用筷子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你们家的习惯。比如你们家摆筷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或者家里的长辈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些关于筷子的，就你们家自己独有的小规矩或者小故事。哎，这个提议挺好的，从自己家的饭桌上说不定就能发现连着大文化的小细节。没错，也许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和故事里面，就藏着属于你家族的特别鲜活的文化印记呢。有道理。好了，那咱们今天的探讨就先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感谢收听，下次再见。